正，香港发生世纪大火之后，大家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这个香港的妈妈，这个所谓的这种颁奖典礼，到底是不是要办？要办，结果没想到，办的也太烂了，烂到什么？连 GD 这几天都看到你翻白眼，甚至到这个所谓的留言区，就比一个到站。结果你要办就好好办，你办那么烂，结果你现在说为什么这妈妈一定要办下去？为什么香港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是非办不可的，因为中国不能没有香港，香港这个地位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本来都知道这场大火，而且香港的基础其实都还不够，他还是照样要办这个韩流最重要的年度盛会，叫妈妈的颁奖典礼。其实他7年前他已经办过去了，香港那一次办得非常好，但是这一次办的，这次变了，他在启德体育馆去办，结果连音响都出了问题，而且现场官网还出了问题，结果 GD 在唱歌的时候，其实音效都出问题，所以一下子又摸耳机，一下又翻白眼，要摆臭脸，因为老是被打扰，就好像我们录影被打扰，所以他非常的不爽。最后他跑到韩国的官网自己去按到站，怎么一场活动办得这么烂？可是香港在想什么？北京在想什么？北京想要塑造的是香港其实不能输，香港还要成为一个他想要心目中的香港变成一个对外开放的，所以香港一直看重什么？看到高雄有在办演唱会，新加坡有办泰勒斯的演唱会，去 Lady Gaga 也去新加坡办演唱会，所以香港没有这个啊。香港他想要把它洗成一个对外国际开放的都市，对，政治很烂没关系，但是他经济还要向右走，甚至要跟新加坡跟高雄比，所以他办了一个启德体育场。所以我说7年前他要办，其实没有在这里办，对，这个是他最近，这是新的完全全新的，就是要跟高雄跟新加坡比，他盖一个28公顷，把旧的启德机场，全世界最危险的机场，改成一个主场馆有5万个人的一个大的可开幕的哦，一个巨蛋哦，就是完全按照新加坡国立体育场的标准去盖，跟我们的巨蛋的标准去盖，比我们巨蛋还好，它会打开，所以就是瞄准泰勒斯跟 Lady Gaga 5万人，然后整个场馆花多少钱？1348亿台币耶，是全世界第2贵的，有3个场地耶，主场馆、室内体育馆还有公众运动场，它就是要把香港做成怎么样？跟高雄一样，可以办大型演唱会、跟大型运动会，营造那种假的对外开放。我说假的对外开放，自由形象。那明年预计可能 Lady Gaga 都要去办演唱会，他已经放出消息了。所以他还是这场大火，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统治有问题，可是他是要演出这个形象。对，为什么妈妈一定要办？因为明年 Lady Gaga 一办的话，就可以跟高雄、跟新加坡去匹敌了。还同时，他也在干一件事情，是正在对整个香港做腾笼换鸟。结果这个集团又出事了，新世界集团将要发生什么事吗？他的瑰丽集团因为真的没钱了，只好把他旗下最好的豪华酒店集团瑰丽集团把它卖掉，总共要卖160亿港币的钱。他现在惨到什么地步？到处去找资产卖。瑰丽集团要卖，还有他的 K11 No More 在卖，他的维港城资产要卖，整个资产都全部要卖。可是这个集团的整个状况就跟香港人民很像，都在被中国腾笼换鸟。我们之前才讲说香港人民被中国害得有多么惨，结果你说这些4大家族这种有钱的精英也是一模一样的。对，他现在整个香港发生的问题，中国发生的问题，郑家就是因为这样而陷入困境嘛。可是中国怎样趁机在割韭菜、腾笼换鸟？刚才不是要瑰丽酒店要卖掉吗？对，他手上最好一个资产，他也要卖掉，因为不得已嘛，欠很多钱。结果他现在每个发展我们的全就可以看出来，他现在号称也要配合去北迁，把香港人搬去北迁，叫北部都会区开发计划嘛。可是他跑去那边新市去那边盖房子，跟谁合作？你可以看到玄机。华润集团跟他合作，所以他开发地产。华润集团跟他合作，所以新世界的2代在这里。可是华润跟他排做，后面还有人。新世界的发展的执行董事叫马少祥，在这左边第一个。对，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其实就是华润自己的高层，他已经变成是新世界集团的执行董事了。你这代表什么意思吗？你说这个人。他就是华润的人，对。结果华润是什么？华润就是中国的资本是在里面的，对。中国的央企、中国的红色企业跑到一起跟他合作开发地产，一边开发地产一边在做什么？我表面上说在救你、救香港，实际上我在入股你，所以港企的财阀只能走央企化的路线，救他就是为了入主他。你看这个计谋就是这样，我为了救你，其实就是为了把你吃下来，腾笼换鸟，以后新世界搞不好就会变成华润集团的。所以他一边做还一边做什么事？我刚才不是说他把资产卖掉吗？他把那 K11要把它卖掉一个 mall， 结果那个 mall 他开价90亿要卖90亿港币，结果
又是谁出价？你知道吗？华润跑出来割韭菜，出60亿，等于砍了30亿港币。所以我们等着看一件事情，瑰丽酒店不是今天说要卖吗？对，搞不好华润又出来，你不是要卖160吗？我买你100亿，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样香港人也太惨了吧！从有钱到中产到没有钱的，都被中国弄，都被中国割韭菜。这2件事情嘛，有钱能被他端走，不用话旁移啊，没钱了就是配合北迁嘛，这就是香港的状况嘛，2件事情同一个发生嘛。可是他要营造出香港怎么样？香港非常有价值。他看到我们香港机场，我们桃园机场越发展越好，我们有扩建机场，有新的航厦。其实香港也在拼，他也特别注意台湾的桃园机场跟新加坡机场，所以他还在扩建哦。他要扩建到2030年，所以为什么习近平非常重视一个地方，要一个3个航道的机场非常好，非常少。其实，在国际上，它是一个很重要枢纽地位。接下来，他要开通很多航线，要去哪里？你看哦，我们都飞到美国，飞到日本，飞到国家，他飞到哈萨克、乌兹别克、柬埔寨跟越南。他在发展什么？一带一路的枢纽，他往非洲飞，往这些中亚国家飞，他要把香港打造成什么？打造成为一个一带一路的枢纽地方，靠着香港的天生优势，所以为什么香港对它很重要？非常重要。接下来，香港虽然在2020年被美国取消特殊地位，但是它把它转成什么？中国人吸收资金的地方，所以现在有大量中国公司跑去那边上市，透过香港还是有个优势，叫做资金自由进出。所以今年以来，它又慢慢的变成是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但是上市的公司是谁？都是中国公司。我们来看，今年有谁？恒瑞药业、海天味业，还有宁德时代，都是中国公司。宁德时代410亿港元的募资额，是今年全球最大的 IPO， 就在香港。对，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募资金额？是因为有香港这个特殊地位，所以这场大火为什么它特别紧张，要管得这么严？是因为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地方，它中国公司要对外去募资非常困难，中国要吸收人才非常困难，所以香港不能放，要把香港牢牢抓在手里。所以它完完全全就只是利用香港而已，只要它的壳没有在管它的人民，没有去管它死活的，往北搬，或者是把它腾笼换鸟，变成央企嘛。廷辉，刚刚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香港人真的是过得也太惨。从高阶的，我们讲比较会有钱的，到中产阶级，到没有钱的，都已经被中国腾笼换鸟。今天有个讯号让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大公报》这么轻松的报纸，今天竟然下了一个标题，说维修棚价有重重的黑幕。《大公报》知不知道今天发的这个一定是会被下架？他一定知道。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发？这是一种很无声的抗议跟怒火。这完之后，还有非常多从承包商，你为什么可以脱颖而出去干这些事情？你为什么这个棚价有这么烂的网子，一定都跟你中国是有关系？这个讯号，这个氛围真的不太对了。这显然是香港内部有在政治斗争哦。同样的哦，在北京内部来讲也是有政治斗争。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公报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在1949年之后，在香港专门为中国喉舌的一个类似官媒的这样概念。对，所以大公报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都是比较轻中的一个做法。所以它如果需要把这个真相把它厘清出来的话，那后来又被下架，显然内部来讲的话，就有2派不同的一个看法。那为什么这个现象呢？其实我现在非常关注到香港未来接下来的政治的一个变化哦，非常不寻常哦。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月，就是说大部分来讲的话，在以往的一个往例来讲，在12月大概在20几号或者是15号以后，就下半个月，香港特首都要到北京跟习近平述职，也就是说，大家在看到桌上有那个这个皇帝用的那种杯子的那种概念来讲的话，跟习近平在那边喝茶。那林郑月娥也是如此。现在的话，这个李家超也是如此。那所以呢，接下来可能在20天之后呢，李家超必须要带着检讨报告到习近平面前，告诉习近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那现在来讲的话，如果在香港这件事情搞不定的话，香港整个民众那个怒火被卷起来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李家超有那个脸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述职吗？就算是到北京之后，习近平见不见他，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李家超的官位能不能保住，其实就要看这个现场。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谁出来讲话？现在出来都是政务司长陈国基出来讲话。政务司长陈国基是什么角色？他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现象，就是李家超带着陈国基12月的时候到北京去述职，也就是说，这从过往来讲的话，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特首只会带个局长或是其他的局长，不会带一个政务司长。政务司长是干嘛？有可能未来要接班的。所以显然一件事情哦，陈国基有可能是接下来是北京要丢包李家超，然后准备把陈国基上位的一个候选人。真的假的？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有中国大陆也在批评这件事情，还有香港也在批评这件事情。他说，上海2010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个高楼大厦被火烧的这个事情。结果2010年那时候上海市委书记是谁？就是俞正声，后来担任政协的俞正声。但是当时的2010年的时候，香港的政府呢直接就处理掉了，而且俞正声出来道歉。还有一件事情20多个人就被判刑，20多个人，然后呢处分党纪处分，然后造成当然是58个人死亡的情况之下，还有官员被判16年的这个有期徒刑。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现在在香港竟然烧了8栋，对，香港民众都认为说，你连内地都不如啊，就连中国连上海都比不上啊。为什么呢？上海人家来讲的话，第一时间马上惩治，马上出来道歉。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香港为什么烧了8栋？你连一个道歉都没有，你没有任何官员遭到处分。你现在来讲的话，只是要个真相，然后人就被抓走了。所以现在来讲你知道香港内部可能有形成2派在斗争。那现在来讲的话，李家超他当然显然这个什么，他的危机处理不是处理了吗？廷慧，你看到这是纽时讲的他说鸿福苑致命大火考验北京对香港的统治，其中这一段话我看了我吓一跳，我觉得怪怪的。来，你看，他说李家超开展的失职调查可能受到北京的密切关注，一些官员可能需要承担责任。是谁要承担责任？谁要成为替死鬼啊？所以刚刚我提到，连李家超可能他的官位都不保了。真的假的？李家超必须要承担责任，否则这个火一烧到北京来讲怎么办？就是说，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前面来讲当他的防火墙。火在烧起来，李家超的头就被砍下来了，被砍掉，而且他也不是没有候选名单。我刚刚提到陈国基，陈国基在很奇怪，他是香港的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去担任很多一些职务之后，竟然在2001年的时候被栽培到清华大学，然后再送回到香港，所以代表说，陈国基本身就是中共安排的，已经在准备要接班的一个下一代的这个特首领导人了。那现在来讲的话，问题卡在12月7号又要这个选举立法会，我认为李家超他不敢去延后立法会的选举。你看到立法会的选举来讲的话，到上一次的选举的投票率达多少？30%不到，大概30%左右。所以今年来讲的话，它的投票率来讲的话，绝对会往下掉。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反对党的候选人可以去投票啊。很多香港民众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就是什么无声的抗议嘛。什么叫无声抗议？我就不出来投票，可以吧？我不出来投票的话，投票率只要2成多、1成多，那代表说港府的这个所谓的政权的合法性是不被什么被肯定的嘛？那这时候他的政权基础不就是所谓一国两制或什么样之类的话，就被大家嘲笑了吗？那么现在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香港，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头很痛。在香港这个地方，到底要如何去止血？香港人民怒已经起来，现在连中国人也都怒，因为什么？中共是什么烂政策？什么叫烂政策？你看到他们过去，你知道吸毒者，你犯了什么罪？你上网可以搜得到。他们原本以为这样是好事嘛，结果没想到他们现在说什么？现在吸毒记录可以封存，等于是什么？你今天吸了毒，你完全不会被发现，所以全部人都已经骂翻天了，甚至还有人怀疑，来直接这一张条。你可以看到，就这几句话，在中国整个火起来。他说哪位少爷吸了，表示什么？有哪个富二代，有个官二代是要回来了，他曾经犯了什么样的罪？你要帮他走后门了吗？是没有错，我们都以为中国的法律是严刑峻法不过其实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侵犯到中国的国家法益，就是危及到中共的政权的时候，他们才会采取严刑峻法。但如果侵害只是个人法益的时候，其实他的法律的刑责甚至只用行政法去处罚人民的这个状况比比皆是。对，本来我们都以为你想一下，吸毒在台湾有没有罪？当然有，有罪，在中国是没有罪的
它只用行政法而已。对那所以其实中国人民对于说，谁吸毒以前都可以靠你刚刚讲的去查询说，温刀给吧这人一是不是这毒糖，对不对？那原本这种方式是它可以防堵说这一些毒虫危害我，可是呢，现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法律，什么法律呢？它通过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正案，他说以后呢，你家隔壁谁吸毒，这个哪一个人民有这个吸毒的前科，你都不能知道。他就意思就是说，如果触犯这条法律、触犯这个行政法的所有人的治安管理记录都要封存。意思是啥呢？意思就是说，你袂使怎样领导给不像你查不到的啦，你查不啊啦，这个相当荒谬啊。太离谱了，所以其实中国已经对这个吸毒者相当吞忍，而今更加保护吸毒者。所以呢，很特别哦，你知道吗？我们一般想象中国的官方应该是站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什么立场，对不对？结果在江苏的这个南通文旅对，他说6个字，你知道吗？一夜之间暴增400万个 follower， 400真的假的万个粉丝。他拿6个字就是哪位少爷吸了。哪位少爷吸了？意思就是说，他的人大因人设事，要帮这些少爷、官二代，甚至是富二代、星二代去做一个个案立法，让这些有前科、有吸毒前科的官二代以后都能够平步青云。当然，这个修法出来之后，大家当然就不爽嘛，就有些人说南通文旅的什么涨粉情况充分说明了同意的是少数人，而制定规则的更是少数人。好，接下来下面还有说，这样只会保护吸毒者，让更多的人暴露在风险之下。法律保护的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呐？所以我们大家这个不只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网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看官方这个央视跟人民日报就出来洗地嘛，他就怎么样转移焦点，他就说我们要向这些弃毒英雄致敬。好，可是呢，这个人民买不买单？你看一下右边这个图，对，他说人民就制作了这个图。他说，2013年到2022年，全国总共有169名的公安跟民警在第一线缉毒的时候不幸殉职当然，你看他为什么这个人要马赛克？因为他是卧底的啦。对，所以在中国有这么多人因为公职人员因为缉毒而身亡，结果中国网民无法理解，为什么你的中共要帮这些误入歧途的人呢找寻生路？对，那你有没有想象说，这个反制、反社会的这个提案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我们刚刚讲他是中国人大，对不对？人大好，那人大呢，他出来的这个提案到底是谁提的？你想一下，他说他是由北京大学一个法学院一个研究员叫做岳宏啊，请教一下如果一个研究员能够影响3000个人大吗？不可能啊，所以其中一定要有一个暗桩，这个暗桩现在中国网民说是谁？他说是其中一个人大代表叫做朱征夫。朱征夫他为什么一直提出这个呢？有网民这样说了，他说因为因为涉嫌收容他人吸毒罪被判刑7个月了。对，所以他为了要救他的儿子，所以才去做个案立法。就因为他为了要救儿子，他当然是否认了。不过现在有人连时间地点都说出来，为了他的儿子而个案立法，所以其他的这个中国人民代表也跟着怎么样的取同一票。那我认为啦，接下来中国的治安跟中国的社会安全网会因为这一个法律呢修正而提高它的社会安全网密度，或是增加破洞就在明年正式实施后来检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